许多人一听到胆固醇就心生恐惧，体检报告上的胆固醇数值蹭蹭上涨，医生劝你吃药控制，你却在想，不吃药能不能把它降下来？毕竟谁都想少吃点药，对吧？故事开场，想象一下一位中年上班族老李，平时暴饮暴食又缺乏运动，体检查血脂时吓了一跳，坏胆固醇 LDL 爆表，好胆固醇 HDL 偏低，三酸甘油酯高达380 mg/dl， 医生严肃地警告，血管迟早会堵。老李一听要吃药，赶紧摆手，医生，我能不能先试试饮食和运动，不想那么快吃药。几个月后，他的血脂指标竟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好转，到底老李是怎么办到的？今天我们就来揭晓答案。首先，胆固醇不是洪水猛兽，它其实是身体必须的脂质之一，细胞膜的完整性，许多荷尔蒙的合成都离不开胆固醇。不过过犹不及，胆固醇太多就会带来麻烦。胆固醇在血液里可不是自由漫游的，而是搭乘着小车，脂蛋白运输。高密度脂蛋白 HDL 就好比清道夫，负责把多余胆固醇运回肝脏处理。低密度脂蛋白 LDL 则像送货卡车，胆固醇从肝脏运到全身。如果送货的 LDL 太多，胆固醇就可能逐渐沉积在血管壁，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就像水管内壁机构，使血管变窄变硬。因此，我们希望 LDL 坏胆固醇低一些， HDL 好胆固醇高一些，心血管就会更安全。很多人觉得胆固醇高又不会疼不会痒，管它呢，其实这是个危险的念头。LDL 胆固醇过高意味着在默默堆积脂肪斑块，一开始你可能毫无感觉，就像水管内壁慢慢积构，水流虽减小，但暂时不明显。然而一旦某天斑块破裂引发血栓，就是心肌梗死、心脏病或脑卒中、中风的大祸。高胆固醇就像埋在身体里的定时炸弹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砰地炸出问题。临床中不乏教训，有些40-50岁上班族平时自觉身体不错，只知道血脂稍高但没当回事，直到某天胸痛送医，发现心脏冠状动脉几乎堵死，不得不装上支架。事后追查才知，他的 LDL 常年在170上下，但因为没症状就懒得管，最终酿成苦果。另一个很多人忽视的风险是三酸甘油酯过高。高甘油三酯常与高碳水饮食、肥胖、酗酒有关。三酸甘油酯太高，不仅让血液变粘稠，还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，一种严重危及生命的腹痛。所以不光胆固醇，血脂的各项指标都要留意。说了这么多吓人的，那有没有不用吃药就改善胆固醇的方法呢？好消息是有，关键就在于我们的日常饮食。台湾有位心脏科名医分享过清血管的5大超级食物，通过聪明的饮食组合，很多患者的胆固醇在不吃药的情况下都有明显改善。下面我们就看看这5大食物类别以及它们如何帮我们疏通血管。1. 植物性蛋白质，用豆子取代红肉，让血管轻装上阵。植物性蛋白来源包括大豆制品、豆腐、豆浆等，各种豆类、黑豆、鹰嘴豆等和坚果，它们几乎不含胆固醇且饱和脂肪少，还有大豆异黄酮等有益成分。用豆腐、鱼肉等优质蛋白替换肥肉，可大幅减少饱和脂肪摄入，从而降低 LDL 坏胆固醇。每天一杯无糖豆浆或一块豆腐，既补充蛋白又不升高血脂。一盘红烧肉换成红烧豆腐，照样美味，对心脏更友好。2. 植物固醇。植物固醇存在于植物油、坚果、全谷物中，结构和胆固醇类似，会在肠道与胆固醇竞争吸收，减少胆固醇进入血液。每天摄入约2克植物固醇，可降低 LDL 约 5% 到 15%。 怎么吃到？一把坚果，2勺橄榄油就含有不少植物固醇。另外，市面上也有添加植物固醇的酸奶、橙汁等。其实只要均衡饮食，多吃坚果种子和全麦食品，就能悄悄摄入这些降胆固醇功臣。3. 水溶性纤维。纤维有不溶和水溶2类。水溶性纤维在肠道形成凝胶，吸附胆固醇和胆汁酸，阻止它们被肠道重新吸收，并迫使肝脏消耗更多胆固醇来制造胆汁，
从而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。燕麦是经典的水溶性纤维来源，每天一碗燕麦，远离心脏病不是没有道理。其他富含水溶性纤维的还有红薯、苹果、秋葵、豆类、亚麻籽、奇亚籽等。简单做法，早餐喝碗燕麦粥，加点坚果水果，饭后吃个苹果，长期坚持下来，坏胆固醇就可能慢慢下降。研究表明，每天增加5到10克水溶性纤维 LDL 可降低约 5% 以上。4.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。油也有好坏之分，地中海饮食的要诀之一就是用橄榄油、坚果这些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 MUFA 的食物替代奶油、猪油等高饱和脂肪食物。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好处是降低坏胆固醇 LDL， 维持好胆固醇 HDL， 如此血管不易堆积，胆固醇斑块又能保留清道夫 HDL。 有研究发现，经常吃坚果和橄榄油的人 HDL 略有升高，心血管疾病风险更低。日常怎么做？炒菜用橄榄油、菜籽油等植物油代替动物油脂，每天吃一小把坚果，约1两，28克，如杏仁、核桃、腰果，沙拉里加几片牛油果，既美味又保护血管，一举两得。5. Omega-3 脂肪酸，三酸甘油酯的天敌，心脏的保护伞。Omega-3 是一类多不饱和脂肪酸，存在于深海鱼、亚麻籽、奇亚籽、核桃等食物中，对血脂最大的贡献就是降低甘油三酯。此外，它还有抗炎、抗凝作用，有助于保护心脏。对于胆固醇， Omega-3 可能略微提高 HDL， 对 LDL 影响不大。饮食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富含 Omega-3 的鱼类，如鲑鱼、沙丁鱼，每次约100克。如果不常吃鱼，可以每天摄入亚麻籽、奇亚籽或核桃。Omega-3 摄入充足时，甘油三酯往往明显下降。以上5大超级食物就如同清理血管的5大神器，从不同角度帮我们降低 LDL 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，提高 HDL 好胆固醇。有人问，那直接吃药降胆固醇不是更快吗？药物确实有效，比如他汀能明显降低 LDL， 但通过饮食调整降脂，没有药物副作用，还能顺带减肥、控糖，可谓一举多得。当然，对于胆固醇非常高或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，药物往往还是需要的，但生活方式改善始终是基础。除了以上饮食调节，还有3种常见的天然保健食品也对血脂有帮助：红曲、茶和鱼油。红曲含有类似处方他汀的成分莫纳可林 K， 能降低 LDL 胆固醇，但也可能带来肌肉酸痛、肝酶升高等副作用，需在医生执慎用。绿茶富含茶多酚，能抗氧化并温和降低坏胆固醇。每天2到3杯绿茶对血脂有轻微益处且没有副作用，不加糖奶。鱼油则是 Omega-3 的浓缩，有效降低甘油三酯，常给甘油三酯严重偏高者服用，但对胆固醇影响不大。不常吃鱼的人适量补充鱼油，有益心脏健康。如果饮食中每周有足够鱼类，则无需额外服用。说了这么多理论，我们回到开头老李的故事。老李今年45岁，平时爱大鱼大肉，又缺乏运动。体检时发现 LDL 坏胆固醇高达170 mg/dl， 甘油三酯380 mg/dl， 都远超正常。医生当即建议他服用他汀药物，但老李担心药物副作用，坚持想先通过生活方式来尝试改善。在医生和营养师指导下，他开始了严格的生活干预。饮食方面，他彻底改头换面，早餐用燕麦粥、水煮蛋、无糖豆浆替代了过去的油条烧饼。午晚餐多吃鱼肉、豆腐和蔬菜，少碰红肉和油腻菜。主食改为糙米、地瓜等全谷杂粮。零食不再吃蛋糕、饼干，而换成坚果、水果。酒和含糖饮料也一概戒掉。运动方面，他坚持每天晚上快走40分钟，周末还去爬山、打球。一开始运动的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，但几周后体力明显提升，体重也开始下降。3个月下来，老李瘦了8公斤，肚腩小了一大圈。终于到了复查的日子，老李的 LDL 胆固醇从170 mg/dl 降到了130 mg/dl， 甘油三酯更是从380 mg/dl 降到了120 mg/dl。
HDL 好胆固醇也有所上升。这一系列喜人的变化，连医生都感到惊讶。老李用亲身经历证明，不靠药物也能把胆固醇和血脂控制好。当然，每个人情况不同，但老李的故事至少说明，认真管住嘴，迈开腿，身体真的会给你正向回报。聊完了健康饮食降胆固醇，我们也要谈谈近年来流行的另一种饮食趋势——生酮饮食，极低碳水、高脂肪。生酮饮食确实能快速减肥，降低血糖，短期还常让甘油三酯下降 ，HDL 上升。但事情有两面，不少研究发现，生酮会让 LDL 坏胆固醇大幅升高，增加心血管风险。2023年，美国一项研究发现，坚持低碳水高脂饮食者的坏胆固醇显著升高，心脏病、中风等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是正常饮食者的2倍。换句话说，瘦了身材却伤了血管，长期高脂带来的高 LDL 抵消了减重收益。当然，并非每个生酮者都会 LDL 飙升，因人而异。尤其摄入大量饱和脂肪，如黄油、培根、奶酪的生酮者更易升高胆固醇。若以牛油果、橄榄油健康脂肪为主，影响会小一些。总体而言，如果你本来胆固醇就高，会有心脏病风险，并不推荐盲目跟风生酮等高脂饮食。如果一定要尝试，务必在医生指导下进行，并定期抽血监测血脂，别光看着体重下降就沾沾自喜，血管里的变化可能在暗中敲警钟。很多朋友听说血液胆固醇只有20%来自吃进去的食物，觉得饮食不重要了。其实不然，没错，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约 80% 是肝脏自己合成的，只有 20% 左右来自饮食摄入。所以有些人每天吃2个鸡蛋，胆固醇也未见升高，就是因为身体会自动平衡。当你吃的胆固醇多时，肝脏就减少合成，反之则增加合成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地摄入高胆固醇食物，原因有2。首先，存在个体差异，有些人对膳食胆固醇特别敏感，一旦吃多蛋黄海鲜，他们的 LDL 就明显升高，而有些人则吃不胖那样，怎么吃胆固醇都不涨。你并不确定自己属于哪种体质，所以稳妥起见，还是要适量摄入。其次，许多高胆固醇食物往往也富含饱和脂肪，例如动物内脏、肥肉、蛋黄里也有不少饱和脂肪。饱和脂肪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胆固醇，并抑制 LDL 受体，使坏胆固醇清除变慢。两者结合起来，高胆固醇、高饱和脂肪饮食照样会让血 LDL 居高不下。因此，对普通人来说，膳食胆固醇仍需适度，一般建议每日胆固醇摄入量不超过300毫克。如果已经血脂偏高，最好控制在200毫克以下。换算一下，一个蛋黄约含200毫克胆固醇。常规的血脂报告只告诉我们 LDL 胆固醇的浓度，但其实 LDL 颗粒有大小之分，其中小而密的 LDL、SDLDL 就是传说中的超坏胆固醇。因为这些颗粒体积小、密度高，更容易穿透血管壁沉积，并且极易被氧化。一旦氧化，它们引发动脉硬化的杀伤力更强，堪称血管的隐形杀手。一般来说，高甘油三酯、低 HDL 的人往往 SDLDL 比例升高，这种情况在肥胖、代谢症候群或2型糖尿病患者中常见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甘油三酯低、HDL 高，它的 LDL 颗粒多半较大、较蓬松，相对没那么危险。好在，无论你的 LDL 颗粒大小如何，健康的生活方式都能减少坏的 SDLDL。减重、运动、控制糖分摄入，都能让小而密 LDL 减少，使 LDL 颗粒偏向大颗粒模式，从而降低危害。所以，与其纠结自己 SDLDL 高不高，不如踏踏实实先把体重和三酸甘油酯降下来。要战胜高胆固醇，必须综合出击，单靠某一种食物或方法效果有限，多种健康习惯叠加才会1+1大于2。均衡饮食，多吃蔬菜水果、全谷杂粮、优质蛋白、鱼肉、豆类，减少饱和脂肪和糖的摄入，远离油炸和加工食品，杜绝反式脂肪。规律运动，每周至少5天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如快走、慢跑，累计150分钟以上，并配合适度的力量训练，
运动能降低甘油三酯，提高 HDL， 还能帮助控制体重，保持健康体重。若超重，减轻 5% 到 10% 的体重，常可显著改善血脂，尤其要缩小腰围，因为腹部肥胖往往伴随血脂异常。戒烟限酒，吸烟降低 HDL， 并损伤血管内膜，应当坚决戒掉。饮酒要适度，过量酒精会升高甘油三酯并损肝，最好能限量甚至戒酒。尽管生活方式调整能够明显改善血脂，但是对于一些高危情况，药物干预还是非常必要的。医学原则是风险越高，胆固醇目标值越低。如果你已经患有心脏病、中风，或者有糖尿病、肾病，甚至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等因素，那么光靠饮食运动往往不够。这时医生会建议尽早使用降脂药物，例如他汀类，将 LDL 控制到更低水平，例如将 LDL 降至100甚至70 mg/dl 以下，以最大程度减少心血管事件发生。相反，对于风险不高， LDL 只是轻中度升高的人，则可以先坚持3到6个月生活调理，若血脂仍未达标再考虑药物。现代降胆固醇药物，尤其他汀类，已经有大量研究证实其安全有效，真正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比例非常低。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，不必过分担心。而且一旦开始吃药，也别忘了继续坚持健康生活习惯，这样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。总之，生活方式是根本，药物则是在需要时帮助我们稳住胆固醇的利器，两者并不冲突。坏胆固醇听起来可怕，但我们并非束手无策。了解了它的善与恶后，我们可以有的放矢，通过天然的方式来对抗它。5大超级食物是日常餐桌上的降脂利器，加上坚持运动、减重、戒烟限酒等好习惯，很多人的血脂都能朝着好的方向改善。即使对于一些高风险必须服药的人，生活方式的改善依然不可或缺。最理想的是，从现在开始就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，等于给血管上了防护网，坏胆固醇想作怪也无从下手。希望看完这期视频，您对胆固醇有了更全面的认识，也相信不吃药降胆固醇并非天方夜谭，只要方法对头并坚持下去，身体一定会回馈惊喜。让我们一同守护心血管健康，从现在做起。